你疯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你别打了！冷静，他们不用好说，冷静，别动手，我下面可有你了！你别胡说，你别胡说！行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把胸挺起来，动作大一点，大一点。端庄一点，端庄一点。方先生，喜欢吗？这些可是我千挑万选，挑了又挑，才挑出来的。你还亲自挑？当然了，我说过要给你个惊喜。简小姐，我老实告诉你啊，我完全没有兴趣。啊？或许有些客户会对这种招待方式会感兴趣，但是我确实不喜欢。哎，方先生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应该是你误会我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，你是不是以为我让你看姑娘啊？不是吗？我让你看衣服。啊！李一鸣，来了来了。丽姐说都是您审核的，可是里面有2个单子不是我的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艾米姐，你去跟他解释一下。你跟我来。哎呀，你说你傻不傻呀你啊？哪有人嫌手里的单子多的？既然馅饼从天上掉下来，你就接着不就完了吗？可这馅饼不明不白的，我不能要啊！怎么个不明不白呀？那是老高在帮你。我谢谢老高，艾米姐，我也谢谢你。但是这个单子不是我做的，它就不能算在我头上，我不能要。有了这2个单子，你才有可能赢过文心。你不会跟我说你不想赢他吧？我当然想赢，我做梦都想赢。我每天累死累活的就是为了赢，但是我赢我不能用这种方式，我要靠我自己的实力去赢。好吧，你想怎么赢随你便。不过我要告诉你啊，要改你自己去改，你在办公室里嚷嚷，别把老高的一番好意当成驴肝肺。王阿姨，这是我妹妹阿娇，以后多照顾啊。王阿姨好，没问题。谢谢。来，老板都见识过吗？哎，李总监，林姐，这是我妹妹阿娇，以后多照顾啊。哦，那不见外了。李总监的妹妹，那就是我的妹妹嘛。谢谢谢谢。好。王经理，哎，你好，这是我妹妹阿娇，从今天开始呢，在这上班，您多照顾啊。王经理好。李总监的妹妹，没问题。哎，你慢吃啊。好。哎，还是你像我，你是自做的，我是自己做的事。林明，以前没发现，原来你是这么好。我没你想象中那么好。真挺好的。午休时间他也阿娇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对你好是有原因的。那你别瞎想，因为你是简爱的妹妹。你喜欢简爱啊？才知道。
哦，不是？那他知道吗？到今天为止，他已经拒绝我3回。拒绝你了？那这样以后我跟他说说啊。不，求你了，我拜托你千万别跟他说，他真的翻脸。为什么呀？他又没有男朋友，你又这么好，干嘛不在一起啊？道理是这个道理，但是他可能……行啦，别多想。但是什么但是？谁说很关键？以前你说没用，这次换我说肯定不一样。也对呀。行，阿九，你要是给我说成功了，我就请你吃1个月的午饭。你说他啊？哎，李一鸣人特别好，对我也特别照顾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他人缘可好了，每个人都喜欢他，就连老板都器重他。哎，我还听说他们厂子现在遇上麻烦了，老板都只会干瞪眼儿，全等着李一鸣出主意呢。什么麻烦啊？好像是做了一批衣服没人要。什么衣服没人要啊？说是专给外国人做的衣服。哪里？给外商的？没听他说呀。哎呀，真的，我现在觉得李一鸣人真是不错。你怎么一个劲儿的说人好啊？哎，我真觉得你俩还挺合适的。你不是没有男朋友吗？我没有男朋友，我也不用跟他在一起啊。你都没有男朋友，那就跟他试试呗。你为什么不试试啊？你不是觉得他好吗？我是说你们两个，你拿你呀，要是不好意思呢，我可以去帮你出。我说你呢，你说你呢，我是为你好，就是你。哎，简爱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也太不够朋友了啊啊！啊！有问题也不跟我说呢？没有啊。你们厂是不是在你的建议下做了批成衣，没销路？阿周跟你说的。行了，你别管了，给我看看那货吧。没问题，简老板，这边请。方先生啊，恭喜你啊！听说你升副总了。我要恭喜你升业务员了。还是要谢谢您的支持。我才要多谢你呢。今天晚上，王总和刘总请您吃饭。是的。饭后你有安排吗？怎么？你要给我安排？想给你个惊喜。好。喝咖啡吗？如果有那种纸杯装的速溶咖啡，给我来一杯。好嘞，你等着。就这儿，请进。请进。这边。请坐。我们都准备好了，请坐。这就是你说的惊喜啊！惊喜在后头。把胸挺起来，动作大一点，大一点。
端庄一点，端庄一点。方先生，喜欢吗？这些可是我千挑万选，挑了又挑，才挑出来的。你还亲自挑？当然了，我说过要给你个惊喜。简小姐，我老实告诉你啊，我完全没有兴趣啊。或许有些客户会对这种招待方式会感兴趣，但是我确实不喜欢。哎，方先生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应该是你误会我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，你是不是以为我让你看姑娘啊？不是吗？我让你看衣服。啊！李一鸣，来了！方先生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所见到的呢，是我们厂自己设计、自己生产的春系列成衣，当然我们还有夏、秋、冬系列成衣供您选择。你们是要卖衣服给我？对呀。真的不好意思，方先生。我不好意思。你看看我们的衣服，有没有兴趣？啊，这些花色呀，包括面料啊，都是最新的。你们是想听实话吗？当然。这面料是不错，做工也算精细，但完全没有设计啊。这还没有设计，你看这都已经打破传统设计了。方先生，您仔细看看，你看看这个绣花，这个裙摆，还有这个袖口。服装设计不是布料的拼接，也不是流行元素的凑合，是艺术，更是哲学。啊？那我们也可以请一个高级的设计师啊。这意义不大。为什么？你们没有品牌。那可以创嘛，品牌不都是人创的吗？你知道一个品牌要得到市场认可需要多少人力物力的投入？还没到那天，你们已经撑不下去了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就是没办法了。方先生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还有另外一个出路。综上所述，我认为集团下一步应该在中国内地发展服装代工。你的意思是，不再在香港生产成衣了，在中国内地采购原料，然后直接进行加工。高级成衣的制作对工艺要求极高，中国内地有这么高水平吗？没有，但我们有。技术、设计还有理念是我们的优势，在中国内地采购原料价格，还有劳动力的成本是他们的极大优势，两者结合，未来发展空间极大。风险太高，利润也高。你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。3、5年之后，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比较合适。董事长，我们抢的就是先机。好，下一个议题。开始吗？今天方总的提议，我仔细想了想，我觉得可以试一试。哦，我负责的欧美板块，最近几年利润空间越来越小。如果集团要发展，转向是必然的。还有呢？您担心风险的问题，我倒觉得
可以先拿一小块业务试试水，如果行就继续推进，不行也不影响大局。真好啊！你终于开始有大局观了啊！不过这事儿我自有考量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喂，董事长。你在会上的提案，我们可以试一下。好的，那我马上通知工厂。好的，谢谢，再见。喂，黎明，是我。那事儿成了，林氏集团下周就开始执行计划书。你那些衣服没白做。行了，你赶紧准备一下吧啊。拜拜。丽姐，我想看一下最新的业绩表。你是想看一下你跟简爱谁排在前面吗？截止昨天，你们2个人不相上下。艾米姐，嗨，有事儿吗？你还在生简爱的气啊？有吗？还说没有？我都看见了。我是在生我自己的气，多管闲事儿。人家又不领情，瞎操心。你来咱们公司多长时间？比你久。像简爱这样的姑娘，你见过几个？像她这么傻的，我还真没见过。她不是傻，是干净，是硬气。像她这样的，真是难得。你要说什么？这个孩子挺真的，值得你我爱护一辈子。你呀，就别再给他脸色了，好吗？你做完这一单就能当上业务组的主管啊？是啊，板上钉钉的事儿。那太好了。哎，工资能涨多少？哼，你猜？肯定不少。哎，哎呀，都是好事儿啊！你赶紧的，一会儿我们出去吃饭去。哎呀，又堵了啊！又堵了，烦死了！每天通。要我说，你要真涨工资了，咱们就换马桶吧。换什么马桶啊？到时候换个地方住都可以。哎，真的啊？那就换那种有电梯的房子，好不好？哎，可以，最好还是顶楼，能往外看很远的那种啊。呵，你想的真美。换那种什么江景房，好不好？哎，好了，我现在都通马桶都通出经验了，可以了。你今天请我吃什么呀？呵，惠灵顿牛排，听过没有？牛排啊，是不是特别贵啊？哎呀，贵不怕，主要带你见见世面。哎，我看啊，那些外国人吃牛排还得用刀子呀、叉子啊什么的，我也不会呀。不会没关系啊，抓起来就啃。你会不会？自创一个吃法，就跟别人不一样。快点儿，你洗完手了吗？洗完。行，我马上啊。哎，走吧，走，抓起来就啃。行了，走吧，走。
吃你，我跟你简爱说，文心，有几句话我想单独跟你说。去，你先占地儿去，一会儿过来啊。啊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李一鸣他们厂的单子，你让给我吧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你还没报给老高呢。那为什么让给你呢？因为我是你知根知底的老同学呀。说实话吧，如果是平日里你业绩不够，想让我帮你，我让给你也没问题。但是今天这个单子直接影响到我能不能当上业务主管，所以我是不能让给你的。我知道，可是简爱，做外贸的追求的是货真价实，业务主管也一样。尤其是像咱们这样的大品牌、大公司。你什么意思？你除了简爱这个名字是真的，你的那些证书全部都是假的。一个从头假到脚的业务员，哪个客户敢找你订货？哪个公司敢用你？看在咱们是老同学的份上，我一直帮你瞒着呢。你能不能也帮我一次？你就是为了当上业务主管？对，我不会让给你的。哎，不，你别那么快回答我。其实你能当上业务员，你应该知足，把李一鸣的单子让给我，我继续帮你瞒着。你不用想，你再好好想一想，不着急。明天早上10点例会之前告诉我，别晚了。文心怎么是这样的人呀？我看他也就只是说说，不可能真去告你吧？谁知道呢？那他要真去告你了，会怎么样啊？公司会开除我吧？以后同行业也很难找工作。那不就等于这几年都白干了？哎，要我说，你就把这单让给他吧。这单让给他以后呢，次次都让。以后，你这次要不让都没有以后了。谢谢。艾米姐，你出来一下，我跟你说2句话。哦。我前一段时间跟你发脾气，是我不好。艾米姐，我们之间就不用这么客气了。不是，我呢必须跟你说，我跟你生气呢，是因为我真的为你做的太多了，而你却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哪有？老高说我不懂你，其实我能不懂你吗？啊，你从一个茶水妹到今天，你经历了那么多，我比谁都懂。还有你是个什么人，我比谁都明白。不管你遇到了什么，我觉得你有一点特别可贵，就你身上的那种东西一直都没有变。哪有那么邪乎？我说的是真话。你身上有一种单纯、纯粹、坚持、真诚。其实我觉得你这些东西比那些什么订单呐、业绩啊更可贵。我哪有那么好？正是因为你身上这些东西，我才特别喜欢你，愿意帮你。谢谢艾米姐。
距离10点还有5分钟，马上就开会了，开完会再说吧。你想好了吗？会上你不就知道了？业务组开会了，来，着急，快点。你们今天谁先说呀？我先说。好，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，林氏集团已经决定将服装加工业务转入咱们中国。太好了，恭喜啊，拿下一个大单！你们啊就知道大单小单。外商进入中国，开拓服装加工市场，这对于我们中国纺织行业来说，那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儿。再跟大家说一件跟业务没有关系的事情吧。说。我对不起大家，这几年我一直在骗你们。当初为了当上跟单员，我做了假的学历和假的英语6级证书，这些都是假的。都是假的。是吗？我真实的学历只是高中。才高中还是那个假的，真的假的？这果然有像，真看不出来，是这种感觉。也这么说，会被开除吗？没有这样去。我嘴皮都磨破了，希望王总啊，看在你平日里贡献不小的份上，网开一面。谢谢你，刘总。我也用人格向王总做了担保，你只是一时糊涂，其实你骨子里边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，值得公司信任。谢谢艾米姐。业务部联合写了一封请愿书，希望公司把你留下。谢谢高老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简爱，王总叫你进去一下。好嘞。经公司查明，市场部业务职员简爱入职文凭造假，严重违反公司人事管理制度，限予开除处分。不至于吧？有这么严重吗？虽说简爱的工作能力很强，也给公司创造了很多业绩，但是她这事儿吧，确实触犯了公司的人事底线。哎，是难怪呢。哎，你看文心晋升为市场部业务主管一职。什么情况啊？没上来，对，没上来，那怎么可以上来？这是你想干嘛？你别紧张，我是来谢谢你的。谢我啊？这几年我心理负担挺重的，假的文凭，假的英语6级证书，像大山一样压在我心里，所以我每次见到你，我都特别不自在，特别紧张。但是今天，虽然我没了工作，
但我却觉得更轻松、更自由了。文心，真的谢谢你。简爱姐，简爱保重啊！师傅，千姐，谢谢你们，我走了。简爱，艾米姐，谢谢你。谢谢，再见，再见。简小姐离开了。以后林氏集团的业务都由我来负责。啊，她去哪儿了？这个就不清楚了。方总，您放心，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和林氏集团提供最高效、最优质的服务。好，谢谢。喂，请 call 6743，说方先生请他回电话。16毫米和19毫米啊，在手感上没什么区别，但成本能降低30%。但16毫米刻拍是能检测出来的，谁会一件一件拿毫米刻盘检验啊？李一鸣会啊，他对质检这一块真的非常上心，都跟我说了很多次了。这个刻商他非常重视，绝对怎么不能出问题的。李一鸣他什么都不懂，要是全部用19毫米的面料，每件衣服才赚几块钱，太不划算了。庞总，换面料吧，16毫米没问题的。你的意思呢？以我这么多年跟林氏集团打交道的经验，只要咱们这边质检过了关，他们那边是不会复检的。那就换。不是，那李一鸣怎么办？这不是要筹备分厂吗？把他调走就是了。办公室的张阿娇是他的人，把张阿娇调到工会去，给他提个职，这他也不会怀疑。而且给原料部的人都打一下招呼，千万不许泄露。林氏集团的单子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顺利的。质量你可是要把关啊！我说的不光是布料，还有各种标准，都得按照外商的标准来啊！我觉得呀，所有的流程你自己都得亲自去定，这样才保险。我也想啊，但是现在我正在筹备分厂的事儿，这老厂那边呢，去的已经很少了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事儿啊，老庞他在负责。这个人啊，虽然很小气、很抠门，但是做事儿还是很靠谱。我觉得我得给公司打个电话，让他们在抽检的时候也多个心，最好自己带个5米刻盘去抽检。哎，这样比较安心。哎呀，你都辞职了，你再去公司合适吗？这也不是我的事儿，也不是公司的事儿，这不是你的事和方总的事吗？哎呀，我是觉得你去也帮不了。谁的事儿也轮不上你了啊！现在是文心负责啊，还有文心的事儿啊，那你可躲远点吧。你看，这有意见。哎呀，你也别瞎操心了，想想你自己吧，下一步打算怎么做？先歇几天吧，
自从来到这个城市啊，我真的是一天没闲着。要我说呀，文心迟早要遭报应的。哎，这跟文心没有关系，是我自己辞职的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来我们厂，凭你的能力，老庞一定特别喜欢的。我不去，我还是要做外贸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改变世界。好，你改变世界。来，鱼来了，吃吧。哎，我发现啊，每次李一鸣来都有大菜。你看这个鱼啊，这个不是因为他来，是他赶上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升职加薪了。哦，原来是升职了。喝一个吧，庆祝一下啊！喝一个，喝一喝，好。进。从中国来的衣服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面料不合格。现在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？就我们3个。丁总，我觉得这个事情事不宜迟，直接告诉董事长，让那个方恒之难看。安主管，如果我请你放手让他过，会不会让你很为难？可是，够吗，安主管？够，够。谢谢肖林总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丁总，您不是想让那姓方的走人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先让这批货流入到市场，然后你悄悄地把这件事情通给媒体。明白。方总，出事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搞的什么？董事长，给我3天时间，我一定查清楚。我可以给你3天时间。媒体给我时间吗？客户会给我时间吗？林氏集团自成立以来，就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董事长，对不起。你一声对不起，就可以弥补我集团的声誉，弥补我集团的损失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的对不起就那么直接吗？这乱搞一通！你把东西收拾收拾，走人吧。离开这个大楼，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了。走！董事长，那我走。丁总，我亲眼看见方恒之那小子拿着箱子离开了林氏集团。
我怎么好像有点可怜他呢？林总，你别忘了，当初方恒之那咄咄逼人的气势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。一鸣，你疯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你别干了！冷静，他们不是干了，冷静！别动手！我啥也没有，你别胡说！你别胡说！你别动了！我说别打了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了啦！哎，睡，都已经睡了3天3夜了，睡都跟你睡傻了你。起床啊！啊！你去看看太阳有多大？赶紧的穿衣服，来，我跟你一起去林氏集团，我们2个一起好好的跟你爸爸赔个不是，然后呢，你就再回林氏集团，这样子我们母子2个才有希望。我不去。你不去，你要在这里睡一辈子吗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跟我争气也就算了，你让我丢多大的脸呢？我真的，我没想到我怎么生出了一个废物出来啊！你别烦我了，出去！我出去！你跟我听清楚了哈，这个家如果不是我，你可以住这么大的房子，睡这么宽的床吗？你做梦啊你！你听到了没有啊你？啊！哎，你还生气？喂！怎么会这样啊？都怪我，对不起啊。不怪你，是怪我。归根结底还是怪我。当然是怪我了，是我把你介绍给林氏集团的呀。你俩呀，别互相道歉了，谁都没错，怪就怪现在坏人太多了。阿娇这句话说的没错，我们做错了什么？谢谢。我们什么都没做错，得怪那帮人呢。再说了，有什么好纠结的？不就是没了工作吗？重新找就完了。哪有那么简单，那么好找工作？是啊，万一找不到怎么办呀？我说你俩别那么消极，积极点行吗？简爱，你是业务员，你跟单，我当老板。阿娇，你当文员，咱们3个凑在一起，那就是小型的外贸公司呀。哎呀，能不能不开玩笑啦？那阿娇，怎么着？你也不相信我呀？啊？你可别忘了，我是没相信尽人皆知的有钱人啊！我现在就回去筹钱呢，等筹完钱了，咱们就开公司。哎，你真去啊？那当然了。你用不用这么心急呀？我让你俩见识一下我李一鸣的行动能力。2位好汉，青山常在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有期。等我的好消息了。真去啦？你信他吗？我是有点不太信。怎么这么神神叨叨的？茶都没喝。方总，我是简爱，你还好吗？不管你有没有在听，我还是想跟您说一声抱歉。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，有什么我能为您做的，您可以尽管跟我说，我会尽一切可能去弥补的。
忍住不回想，并不代表善良。就算落泪又怎样？往事一桩桩定格在我身旁。若再一片段，何故狠下心来讲？站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，不知所措的望，多空空荡荡，该如何去舒张？站在失去一切的生活里，郁郁寡欢的望，长夜再漫长，终会天亮。大学本科以上文凭。你简历打了10份，够不够？可以，你先放着吧。给的整理好。那你一定很有经验吧？我之前在一个公司。下一位，简爱，跟我来吧。这格式我看。高中学历。是，我之前参加过自考，还差3门就能毕业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那可能是我们负责出差的同事出了点错误，这样的学历条件是不会入选的，抱歉。我都已经来了，我都坐在您对面了，您可以先考一考我的业务能力。不好意思啊，叫下一位。您好，我刚收到了信息，通知我去面试。你叫什么？我叫简爱。啊，应该是通过我们的初选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只有高中学历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我们不看你学历，只看重你能力。谢谢。我们很看重你在中纺外贸的那段经历。我在中纺积累很多经验的。你在中纺外贸的客户资料都还在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还有其他业务员手里的客户资料，你最好都能拿到。不好意思。你好，我叫简爱，这是我的简历。你叫什么？简爱，简单的简，热爱的爱。你在中纺外贸干过？是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可能不太适合你。为什么？我想没有哪个公司能够容忍员工作假。回来啦？怎么样了？今天？我这做假文凭的事儿人尽皆知了，以后这外贸行业是混不了了。我觉得吧，就算不做外贸，咱们也不至于吃不上饭。那还真不一定。你呢？你怎么样？别提了，我都被打击死了。要不就嫌我没学历，要不就嫌我没经验。
找工作吗？哪有那么简单啊？你饿了吧？我去做饭啊。哎，别啊！你等我一会儿，换个衣服，带你出去吃面去。哪有钱呀？在家吃吧。一碗面还是有的。哦，饿了吧？嗯。哎，没事，一会儿吃碗面就好了。来，哎，关门了。算了，回去吧。哎，等等，2000，什么2000啊？转让费2000，咱试试呗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说卖面啊？不光卖面啊，还可以卖粉啊、小菜呀、炒面呀、云吞都行啊。这我还真没想过。那你现在想也不晚啊。外贸干不成，咱就干餐饮呗。这行我熟。你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咱们老找不着工作也不是回事儿啊，这等于坐吃山空。先回去吧，回去想想。老咪，我想过了，虽然这次栽了跟头，但我对中国的判断没有问题，我必须把握这个机会。你这个态度就对了嘛，啊！明天呢，你就到公司里面去，我相信你爸爸气也该消了，你就好好的跟他道个歉，然后呢，妈咪啊，我我没打算回林氏集团。那你要去哪呀？我想自己做。你自己做什么呀？现在中国那边，在不久将来一定会成为世界工厂。我现在想谈正是时候。我打算在中国那边开个外贸公司。你要在中国开公司？注册资金200万人民币就够了，再请一些员工，大概……等，我不太明白一件事情啊，就是你放着林氏集团这么大一棵树你不抱，而让你要到中国开一个这么一丁点小芝麻的公司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我不想再靠林氏集团了。所有人都想跟林氏集团沾亲沾故的，而你现在却要放弃。妈咪，你相信你儿子啊？就算靠我自己，我也可以出人头地。你在开玩笑？妈咪啊，我现在有8万美金的储蓄，剩下的，我想你支持我。如果说呢，你回林氏集团，你需要什么，你少什么，我一定全力的支持你。但如果你不回去的话，对不起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妈咪呀，你听我说，当初我把你生下来，我真的很辛苦，很辛苦。我一心一意的，我栽培你，我培养你，我希望你能够在你的父亲面前，甚至在林氏集团，你能够占有你一席之地。但是你今天却跟我说，你不要，你什么都不要。方恒之，你真的让我很失望。开张大吉，开张大吉！来，翻过来，快来！全场8折，全场8折！来，大吉8折，来快！来，什么小吃都有啊？粥粉面饭看看想吃什么？里边请，来里边看看。来2杯啤酒。哎，
累吧？累死了。吃面吗？哎，欢迎光，老板生意兴隆啊！你回来啦？是啊，姐，黎明，怎么是你啊？重新认识一下。我的呢？啊，一鸣制衣厂厂长啊！哼，李厂长驾到，阿娇，把你们家最贵的面给我拿上来，什么鱼翅鲍鱼随便叫。你真吃啊？吃。那我给他下面去。我们这里有鱼翅鲍鱼吗？哎，你怎么这么快自己开厂了？哎，几两？3两。好嘞。还行吧，不过只是我万万没想到吧。没想到什么呀？谢谢，没想到凭我们拉老爷子下海多年的资产，以及这1年多来我在服装行业的经验，我完全有信心搞一个特别好的服装厂。啊，哎，我这么掐指一算呢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但这个东风啊，却在这儿卖面。什么意思啊你？我们什么时候成你的东风了？你俩就是东风啊！阿娇，你也听听，我今天来呢是诚心邀请你们俩人加入我的厂啊，有钱大家一起赚。姐爱，你就负责这个外贸业务，阿娇你来当文员，怎么样？啊，我。你什么呀你？你当你的老板吧，才开张。姐爱，那你呢？我当然得帮他呀，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？还真忙不过来。哎，你坐呀，来尝尝我们这面怎么样？说的也有道理啊，来尝尝。让他尝尝。老板，2碗鱼蛋面。哎，来了，去忙。好吃吧？你慢慢吃啊。我们这鱼蛋特别新鲜，要不要多加一份？好啊，多加一份。好嘞，这就好啊。吃完了？特别好吃是吗？多少钱？开什么玩笑？你怎么给钱啊？我们请你吃饭哪能不给钱呢？你开玩笑呢吧？阿娇啊，你看他非要给钱，干嘛呀？真是！你俩听我说，做生意啊都不容易，第1天开张，我必须得给。他有钱，那行，收了，走了啊。阿姐，你要是改变主意了，一鸣制衣厂随时等你。随时欢迎你来吃面。阿娇，你也一样。你不是一直都想做外贸吗？怎么不跟着他一起干呀？我当然不能去了。为什么？我就要跟他保持点距离，免得他还有想法。你呀，新闻爆出之后，林氏集团积极面对，品牌形象挽回了不少。这次的危机总算过去，不过要跟中国切断合作关系，对我们集团的利润肯定下滑。有没有需要重新考虑了？是啊，
方恒之虽然给集团造成了极大的损失，但他的眼光还是有前瞻性的。集团可以重新布局中国那边的生意。我们只是切断了和中纺外贸的业务，但是并没有切断和中国的业务。再说啊，这个中纺药的可能性太高，正好趁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换一家试试。听说方恒之挂靠了一家中国的国企，还在那边开了一家外贸公司，我们要不要？算了吧。董事长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，但是方恒之这个人，难道你们还嫌他给集团儿的货不够大吗？他要怎么做随便他，跟我跟集团都没有关系。309，这才一天，咱们就赚了300，这一天300，一个月30天，一个月下来就是9000块钱。天哪！照这样下去，不出半年咱们就能开分店，一家店一个月9000，两家店1个月。行了你，赶紧收起来吧。我收。哎呀，方总，对于上一次的失误，我们再一次的深表遗憾。我们中纺外贸希望继续和林氏集团合作。至于合作的条件、方式，您可以提。其实我这次并不是代表林氏集团，我已经不是林氏集团的员工了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啊，谢谢。恒之外贸有限公司，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合作。好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简小姐离开了中纺外贸，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？哦，我听梁明他们说呀，她好像自己开了一家面馆。面馆？好了，阿娇，哎，老板，端过去，来一碗鱼蛋面。哎，里面坐。好了，来，没有碗了，赶紧把碗拿过来。啊，这就来。老板，我的面好了吗？来了来了。里面坐。有什么好吃的，老板？里面坐。我在里面等我。谢谢。我 call你，你没回我。离开中纺外贸以后，我的传呼号就没再用。我也离开林氏集团了。是因为蒙特纺织厂那件事情吗？对不起。跟你没关系。出事的时候，你已经离开中纺外贸了。可是蒙特纺织厂是我介绍给你的。如果我责任心再重一点，在我离开之前再叮嘱一下，应该也不会出这样的事情。真的对不起。如果你真觉得对不起我的话，那赔偿我。赔偿你？我现在没有钱，你可以说一个数，我可以打个欠条给你。我不要钱，把你赔给我，我让你加入恒之外贸。恒之外贸是你的公司吗？对。不过我资金有限，所以一开始没办法给你经济上的承诺。
我能考虑考虑吗？不能，现在就给我答复，行还是不行？行。欢迎加入。我们是一家新成立的外资企业，虽然我们是新公司，但我们的员工都是外贸行业的老手，经验丰富，人脉广，资源多。好的，多联系。老板，我来报道了。第一天就迟到？没有啊，不到9点。晚了3分钟。这里边的公司全部过一遍，我要让他们都知道我们恒之外贸。啊，这么多，1个月之内我把这些都走一遍。1个月？1个月我们至少要签下3个单，推荐公司这块1周之内必须完成。对了，忘记告诉你，我是个严苛的老板。喂，是我方恒之。啊，好久不见。对啊，我现在自己开公司了。是的。好啊，好啊，保持联系。哎，拜拜。这10家工厂1周之内跟他们建立联系。你刚不是说让我1周之内把这些动作先完成？不冲突啊。回来了啊？你怎么这么早就打烊了？还早，看看几点了？哎呀，我都忙的没时间看表。看你累的都蔫了，来。哎呦，我这能不蔫吗？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儿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能问问你吗？方恒之1个月给你开多少钱？不知道啊，还没谈呢。啊，不给钱白干哎！哎呀，不是白干，还没谈呢。你怎么知道他能给你啊？哎呀，当初呢，也是因为他，我才留在中纺的；也是因为我，他才离开林氏集团的。你说我这跟他计较什么呀？你就是傻。我妈还老说我拎不清呢，我看你更拎不清，一码归一码呀。咱们面馆你都不干了，出来帮他，这个账早就还了，可不能不给钱白干活啊！啊，现在看你啊，真是越来越有个小老板的样子了。那是，哎，你明天去就跟他把这事聊明白啊！哎，行行行，我明天就去跟他说。我问你这1个月给我多少钱呀？然后呢，晚上等我有答案了，跟你汇报，好吧？好，我给你管账。我洗澡去了。去吧。老板，你说不能保证收入，那具体是多少呢？我只是想知道我的基本工资是多少。老板，公司刚成立，有困难我能理解，我知道我不能要求太多，但是基础工资不能没有吧？老板，你找我？哦，那个
打扫卫生。谢魏总，这些发出去的信函都检查过了吗？检查过了。再看一遍。没有问题啊。这漏款是几号字？这个漏款呢？是字的大小不对。这下看出来了。昨天怎么没看出来？我刚才问你，怎么没看出来？我只是比较注意信的内容。内容，也就是说，你讲话只要把意思表达清楚了，说话的语气不重要。所有的东西只要是经你手递给客户的，直接代表你的专业程度。信封有没有粘好，寄出是不是守时，都是。你的衣着打扮、谈吐举动，所有的一切都是。老板，我保证下次不会了，对不起。买辣椒。哎，你来啦！啊，老板，来2瓶可乐。哎，我来。谢谢你啊。没事。简爱人呢？啊，他不干了。不干了？啊。那去干自己老本行了。外贸啊？啊。那去哪家公司了？他说是以前的客户，林氏集团的。方总啊。哎，你工厂那边怎么样了？一堆破事儿，麻烦呢。我都跟简爱说了，我说你要还想干老本行啊，就去李一鸣那儿，他不听啊。老板结账。哎，帮我收下钱。2碗面多少钱？10块。10块，谢谢。欢迎光临啊！我这人手都不够。那行，你先忙吧，我走了。说走就走啊？啊，水果放这儿了啊。老板娘，来碗炒河粉。炒河粉1份儿。好的，谢谢啊。怎么了？怎么又不高兴了？我今天不只是气死，也累死。谁呀？谁把你气着了？他以前也不是这样的呀。他在中访的时候对所有人都很好，又宽容又大气，现在完全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什么样啊？现在就是超级严格，就是永远都在找茬，动不动他就说我。哎，工资都没发，有什么资格说你啊？对呀，我接电话他说我，他说你为什么就不笑一下呢？这样的话，客户在那边听到你的声音，人家都不想跟你合作。接个电话。还有啊，我填单子他也说我，你检查过吗？这个单子代表你的脸面，如果你错一个字的话，其他做的再好都是白费。过分！好歹我也是大单位，不管是跟单员还是业务员，我都是个双料冠军。我现在在他这边，我简直就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。那既然这样，你不给他做了，出来，我们一起做老板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个面店不出半年，肯定开分店。他说话吧，就特别气人，我也真的是非常生气。但是他说的也有道理，就是态度恶劣了一点。你呀，还是能瘦。行了，吃个苹果吧，消消气。甜不甜？好甜啊！你在哪买的？不是买的，李一鸣送的。他又来了。他来干嘛？你说干嘛？还能看我呀？来看你呗。哎，我都跟你说了。
以后你不要随便拿他的东西，你这样会让他误会，以为我觉得我还跟他有什么能够可能性呢。哎，你又来了，这个苹果怎么了？他现在怎么样？不知道。他不会觉得我们放了他鸽子吧？本来答应跟他一起开厂，他去筹钱的。那肯定是有一点的。所以我说啊，你在那里又不开心，你干脆辞职去帮李一鸣。那怎么可能？除非你把面店关了，我们一起去。我才不！我老板，你不想做同事也行啊，做女朋友呗。你又来了是吧？我没兴趣。哎，你没兴趣，你总得谈恋爱，总得搞对象吧？你跟别人还不如跟李一鸣呢。我为什么一定要谈恋爱？为什么一定要结婚搞对象？对对对，你不谈恋爱，不搞对象，一辈子当尼姑呀！我跟你说，你不结婚不生孩子，到老了很可怜的。结婚就不可怜吗？谁呀？肯定是李一鸣又来了。啊，你就说我睡觉了啊，把门关上。干嘛呀？先关门再开门，先关门再开门。来了，不。哎呀，你还找哎，姐，阿明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姐，姐，不是李一鸣，是阿明来了。啊，我睡了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累了。哦，阿明，哎呦，来吃吧。哼，你真考上大学了？那是。不是，你考多少分啊300多。300多分也能上大学？哎，你烦不烦的？问东问西的，我早知道我不来看你了。还不让说话了。妈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？他老脑筋的，不愿意走动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那身体怎么样啊？其他的还行吧，就是那头没事老疼，我特担心。我不是说让你去检查吗？去没去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别提了，我跟他说了好多次让去检查，他就不舍得花那个钱。他说花那钱干什么呀？吃点头疼粉就行了。就舍得给你花钱，这些年钱全给你花了。不过我还有啊。嗯。吃完了，洗洗睡去吧。姐，给我点钱呗。要钱干嘛呀？嗨，我这不是过来跟朋友出去玩，身上得揣点钱吗？你怎么刚来就想着玩啊？要多少？500。什么？你怎么想的？我哪有那么多钱啊？你想要给你50。50也行，50就50。这么多年怎么还这么抠？这不有钱吗？哎，干嘛你？你拿来！你行，晚上不回来了啊！你个混小子！阿娇，让你妈来做个彻底的检查吧。再说吧。这个打印好了，你看一下。1个月了，现在一个客户都没有。你屋空调是不是坏了？没坏，欠了管理费没交，应该断电了吧？看来这公司估计是开不下去喽。那我先把钱垫上吧，我管理费交了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这屋真的太闷了。
该你负责的事不好好做，交什么管理费？我又怎么了？是第3页，完了是第2页啊！我马上改。那么蠢，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